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有幸运体质。怕没做好，我怕做不到啊，那还是不要做。那一个负面的声音都更像是一种保护机制，它是保证你可以生存，不是要保证你可以活得好。原本我是以为我是做不成的人，后来我发现只要让我选对一个可以发挥我优势的地方，我是有机会找出新答案的人。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鱼。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如果原本就是一个很容易悲观的人，有没有方式可以让我们可以练习正面一点？那我先自首，我仍然是一个悲观体质的人啊，我连听歌都是听那种极度悲伤的歌，听到我老婆都说，为什么你的歌单这么悲伤？你是受过很多伤是不是？很多情伤是不是？对对对，你从实招来。那因为我学习 NLP 帮助我最多的其实就是转念，如何在出现这种负面思考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去觉察到，有方法去转一个念头，让自己的能量再变得好一点。所以这一集我会更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我比较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刚刚跟香云聊，然后他也是提到说他在帮我剪片的过程，他不自觉的变得比较正面一点哦。对。然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吧。像你原本的思维模式是比较偏哪一种，负面还是正面？我是超悲观、超负面。超悲观啊，你用超悲观。超悲观、超负面，然后超自卑。那这一集换你坐这边好了。我其实也是很悲观啊，那自卑也会有。你能不能分享，就是你自己如果以前的话，你的悲观是怎么样子会影响到你的？我以前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是先想到最坏的打算，这段关系可能会没有，或者是我可能会失业或者是什么的，反正都是想到最坏的，然后我会想说我如果遇到了最坏的状况，然后我要怎么去因应这样子。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有幸运体质。那因为你这样的想法，我打个比方说啊，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我可能这个工作会保不住，会失业嘛，对不对？你心里有这样悲观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发生之后，你是如何去面对你的工作？就战战兢兢啊，就感觉我好像一个不小心，等一下又要怎么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比较进入那种怕犯错，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比较容易出现的是，第一个是我们不敢去奢望自己能够有多好，但是第二个是你大脑的专注力应该会是想办法把事做完，而不是去思考说这件事假设要推进到90分、95分，我们是有哪些点还可以去努力尝试的，对不对？就是都是看比较负面的那些点，然后去注意不要犯错。因为我自己的悲观有一部分可能是我很常去重播以前的悲伤电影，就是我们曾经遇过的事，比方说被排挤啊，或者哪一件事又出包啦，然后曾经出过的糗啊。那我觉得只要很常重播那一些悲伤电影，到后来都会觉得自己总是没办法创造出好结果，甚至有些时候是心里会出现那种我好像注定是失败者的这种很微小的声音会冒出来。那后来我们是怎么克服的？我先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我自己每次只要出现那种负面想法，以前的我是那个负面想法就会调动很多内在的声音，然后就进入极度负面的状态。但是现在反而只要负面的想法一出现的时候，我会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个人。你跟他对话吗？对，我会把他当另外一个人来对话，我会认为那一个声音不是我。因为我觉得曾经有一次是看那个《觉醒的你》这一本书，其实这本书我蛮喜欢的，虽然说它不容易刻啊，但是它其实在讲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我在观察着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比方说我们现在进入一种很生气的情绪，那你看出现生气的情绪，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生气的反应，对不对？那是谁在感受这一个生气的反应的？我啊。对，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意识，高我的意识在看着这一些情绪发生，而这一个我一直都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很像它是在一个很高的天空，然后俯视着这一切。可是底下有一个认知感受层次的我
在感受这一个情绪，生气的情绪带来的不舒服。可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我是在看着这一切的。那如果从刚刚这样的角度来看，我都会认为那一个负面的声音都更像是一种保护机制。怎么说？因为当我们今天想要去做一件事，可是这件事我没做过，我怕没做好，我怕做不到，因此啊，我心里就出现那还是不要做，或者我就做这样就好，能够过就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一个声音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生存，能够安全生存下来就好，舒适圈安逸的。对，它很像就是这个声音出来就是要保护你，你不要去尝试那种会超乎你能力的事情，对吧？所以它是要保证你怎样可以生存，可是它不是要保证你可以活得好。所以我自己只要遇到这种内在的负面声音一出现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把它当成是生存的一种杂音，一种杂念，可是呢它不能代表我这一个人的一切可能性。对，这个是我每次只要那个负面声音一出来，我会先这样去看待它。那我的经验是，就是我以前生气的时候，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生气这个情绪，我是直接爆出来的。应该说对特定的人是直接爆出来。我刚刚讲说好像跟我认识的你不太一样。我讲有一次的经验好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然后我的笔电我忘记带那个电源线。那个时候我儿子他就是放假在家，我当下想的很简单，就是只要他起来然后接我的电话，他只要把那个电源线拿到楼下管理室，然后我再请那个 Uber 或熊猫去拿，然后就可以马上把这个电源线送过来给我。这件事情我想的这么简单就可以直接摆平了，可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是睡死的，我就越打越焦急。然后以前的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会开始为什么不接电话，然后就很怒啊，就会把这个气然后转移到我儿子身上。可是那一次的经验是我突然一个念头一转，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就是那个电源线。然后我现在在这里生气，我一直打电话他没有接，那能改变什么？好像于事无补。那我就赶快换个方向想，我就说那不如我自己现在直接回去拿还比较快，然后我又不用生气。以前我不会这样子思考的，以前我会把这个气积着，然后回到家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你知道今天10万火急的状况。后来想想我电源线没带不是他的错啊。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让我蛮深刻感受到我好像有进步一点点思维模式不一样这样。对，因为我觉得难免会进入那一种想要怪罪别人，这个比较像我们课程里面也有提到一个，就是比较像是我们用什么框架在思考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进入的状态是我在找战犯，谁要为这件事负责，那往往我们找了战犯只要是别人的话，我们那个生气的情绪就会干扰我们比较久。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框架比较推荐大家使用的，比较像是后果框架。就是我们可以去想的是，那我到底要的结果是什么？而如果怎么做会产生怎样好的后果？如果我继续怎么做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那如果是从后果框架来看的话，它反而会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到最后都得承受这一切。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看远一点，看后果的话，那我们直接回家拿线反而最快。因为毕竟我们在乎的是电脑可以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突破那种负面思维的一种练习方式。就是呢，真正去想清楚，在这一刻我怎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哪一个选项对后面的我们比较好。那我自己也想到一件事情是说，因为我最近有看一本书，是我可能错了。那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僧人，他的名字叫龙婆登。龙婆不是香港电影的那一个因为这个龙婆登呢，他在泰国是一个地位很崇高的一个僧人，甚至连国王啊皇后都会去跟他请教事情那国王有一次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说你过去有没有曾经发怒过的经验这样。那因为对于东方的宗教来讲，如果以着他们的这个教义啊，比较多都要谈的是我们不会被情绪左右，不会被情绪冲昏头，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呢，龙婆登的回答是跟他说，怒气会升起，
可是呢它不会占据什么事情。哇，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概念也是我后来的一种自我的体悟，是说以前的我会很容易生气，是因为我很容易进入一种就是事情失控的，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才是对的，所以我需要让事情可控，来让我感觉我是安全的。可是呢，现在的体会更像是说，我们一旦生气了，我是可以立刻去觉察到我现在已经进入愤怒或生气的状态，我开始也可以练习去做到说，我不把生气当成是我跟别人沟通的一个武器。第二个是，当我知道我还在生气，我丢出来的语言必然会带着怒气，所以呢，我在生气的时候也会先练习的是让自己不开口。第三个呢，是我不会在有怒气的时候去做决定，因为这一些啊都会让我产生我不想要的人际关系的那些负面影响。所以我到后来慢慢可以体会到龙婆登讲的那一个怒气它是会升起的，可是呢它无法占据任何事情，而那一个无法占据呢更像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选择自己只要是在生气脑袋不清明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不做回应跟反应，直到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看法，把一切梳理清楚。而那一个梳理的锚定点呢，就是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后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以推理到跟沟通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思考啦。那至于悲观到底能不能练习变得比较正向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第一个我觉得比较重点的还是在说，我们要去体会到悲观的思想对于我们的身体的状态能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跟当我愿意采取正向的思考，对于我们身体的能量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就像曾经我们也辩论过一个题目，就是现在显化这一个法则，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只要想，然后宇宙就会帮你。说真的，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可能心里一直有一个感觉，我一直觉得，就像《道德经》曾经有提过，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他其实在谈的是说，其实宇宙它不会去干涉天地的万物，甚至是人，所有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自己呢就是想办法去生存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今天以着显化的一个角度，我只要心里想什么，宇宙就会帮我。那每一个人都显化得很成功，那会不会这个世界其实是一团乱？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当每一个人都以着想要为主，那这个世界可能因为每一个人的立场他自私的点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自己更偏向是说，如果今天以着我们的状态的角度，假设我的想法是尽可能正向的去看待事情，那我会比较容易去看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可能的证据。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就以创业这件事来讲，今天创业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赚钱的方式？香云你觉得？不见得，其实真的不见得，对不对？好可怕。因为有些人是投资房地产赚钱，投资房地产或者投资股票或者投资虚拟货币，它本身是不是一种创业？比方说，如果我今天就只是自己买房子，买的就放着，我也没有请员工，这样算创业吗？不算。它这个应该只是算一个投资行为，对不对？可是它能不能赚到钱？可以，其实可以。或者另外一种，有些人是他把他的知识体系整理成一种线上可以购买的电子商品，他也没有请员工，那他这样算不算创业？算也不算，因为他要看他的成本付出多少，对不对？所以其实好像如果我是要以着增加收入的角度，创业未必是一个所有人都适合跟需要的选项。可是如果我今天一心就只是去想着好创业这件事情有那么多失败的案例，所以不要创业比较好，那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对于所有人都适用吗？不适用，其实也不适用，对不对？因此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收集这件事能不能做，它可以收集到很多能做的证据。那如果我今天的想法是这件事不能做，我也可以收集到很多创业是会失败的证据。但是呢，如果我对于所有事情都是去收集它不能做的证据，会不会到后来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因为我身体的能量光想到反正一切都不可能，我再怎样都是不可能翻身，我再怎样都不会找到好工作，甚至我即便找到好工作，我都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失误被离职。我的想法一旦进入这样，你觉得我身体的能量会很高吗？其实不会啊。对，所以我觉得
反倒是今天我们愿意去尝试，一切都是有机会的，只是我们还是要有那个思考，是说那一个机会适不适合我。那我们要去分析那一个机会，如果我要能够最高限度的去尽可能提高我的成功率，我的优势是什么，我手中有的资源是什么，我的财力够不够，我是不是在那个领域里面我是有更高的几率可以打胜仗的。我如果是往这个方向去想，我是不是就会进入一种比较实事求是，我不会那么快去判断是可以或不可以，不会被这样的想法去阻扰我的能量，而是如果我先假设我可以，然后开始去做研究，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可能性出现之后，我们身体的状态是不是相对的就会属于能量再高一点？而随着我们去尝试，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认识到更多这个领域的人。而也因为你想要找方法，所以你可能会去上课，去认识这个领域成功有经验的人，或者你会参加在地的一些可能不同的商会、不同的族群，因为跟他们的认识，你会听到更多能够做成的方法，而因为这样你尝试的更多，你的经验累积起来，慢慢你的能量就变强，你就拿到你要的结果。我刚刚很像是在把显化这个听起来很奥妙的过程，把它变成是一个实物上你生活会产生的经验，对不对？对，有迹可循。对，有迹可循。所以我其实想要绕回来谈的事情是，悲观到正面到底能不能练习？我觉得它可能会分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我们从想法的改变，我愿意去练习探寻一切事物背后的可能性，而不是一昧的只用不可能就打掉我大脑所有的想法，因为这样我没办法获取更多我可以去参考的资讯。所以第一个是想法的改变，可是第二个是行动上的改变。因为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行动上的改变，它可以创造的是你去的环境不一样。第二个，因为环境不一样，你可以接收到的资讯不一样，对不对？而这些资讯它可以刺激你去做出更多有品质的行动，或者它刺激你去做出更多的尝试，而这些尝试会带给你经验值，让你知道如何把事做得更好。所以这个过程你的经历变多了，你的能力跟认知提升了，你能够做出来的结果变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创造的获然率就变高了。而当你这一些都具足的时候，你身边的人看到你是值得投资的，这个几率是不是也变多？所以它就会一连串去带动一切的获然率出来。因此我觉得当你有经历过这一段之后，你慢慢会堆叠到第3个。刚刚第一个是想法的改变，第二个是行为产生的资讯纳入，然后再输出，产生一个很像是一个轮子去滚动，有没有？在滚动的过程，慢慢的你好像变成是一个可以把事做成的人。这个时候你会出现第3个改变，而且这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会对于自己有出现一个新的认识。原本我是以为我是做不成的人，后来我发现你只要让我选对一个可以发挥我优势的地方，我是有机会找出新答案的人。而当我们对自己有产生一个新的认识的时候，这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滚轮。而这一个滚轮呢，就是未来你只要出现了那种负面思考，它会很快把它滚过去，因为你已经有过经验了。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感触是说，负面悲观思维它会不会跟着我们一辈子？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不要讲别人，对我有可能，是因为即便现在的我还是很容易，我在遇到事情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偏悲观为主。可是当我们有过那个因为正向思考带来好结果，而且我们能够找到方法，慢慢的那一个想法出来，它是第一念头，可是呢我们可以用第2个念头立刻去碾压它，而那一个念头就是或许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我们过去有经验，而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看清楚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可以相信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呢我们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如果第一个念头往往是偏悲观，对不对？你只要记得那一个念头很有可能都是以着保护，以着我们有限的认知所产生的一个判断，
可是呢，那一个念头，那一个判断未必是最符合你、最能够带给你好处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意识到，第一个念头如果是偏悲观或负面的，我们要暂时先把那一个想法呢，先把它搁置在旁边。我们要先假设那一个悲观的想法确实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它不代表一切的可能性。所以当你意识到有其他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事情之后呢，你可以让自己去多出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先探寻看看其他的资讯，收集更多资讯之后，最后再来下决定。这个时候你的判断的品质就会提高，你练习悲观到正面的这一个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强了哦。好，那这一集很开心可以聊到这边，会在2025年的年末呢来聊这一集的原因是因为到明年我们是不是也准备要开始去思考明年可以怎么去规划，怎么执行，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好。那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有机会看到这一集的朋友，尤其是你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带着一个更好的能量状态去期待，去规划我们的明年又可以为自己创造多少有趣的人生体验，更多的可能性，然后也更多的幸福品质。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香鱼，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拜。